一涵，你这个混蛋，敢欺负我姐！大混蛋啊！欺负我姐，踹死你！欺负我姐！陆明，耗子，你让开！陆明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帮我把你姐追回来，我怎么样都行。一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姐！帮我！陆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大概休息一下，回去准备一下。好。我姐这2天怎么样了？给她打电话都不会接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本来想着今天早收工的话，可以回去看一下她。他这2天没住家里。那她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她离家出走了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没有，我打电话去过美甲店，他还是正常上班，而且状态很好。但去不成比赛也不是你的错，他干嘛不回家？是我的错。那封邀请函寄到家里，是我拿到的，但我没给他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但是陆明，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想过害过你姐。我相信你也没用，重要的是我姐的看法。哎，喂，子舒。哎，接了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跟你姐是好闺蜜吧。喂，瑶瑶。喂，姐，是我。悠悠，你这几天都住在这儿啊？对，我以前一直住在这儿，住的挺习惯的。姐，你还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说不好吧，其实也没有太大事儿；说好吧，也确实不太好。这一涵真的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其实我能理解他，换位思考的话，换作是我，知道他不声不响、不打招呼去法国走3年，我也不能接受。但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要去法国啊，他宁愿相信别人，也不愿意相信你。悠悠，一涵这件事儿做的的确不对，但说到底，美甲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你再怎么生气都不可能回到从前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跟一涵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啊，你该打该罚，你消气了之后，你就别再太怪他了。所以，你们也觉得我太小题大做，太作了是吗？不，姐，我支持你做的任何决定。子舒，你打从一出生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。一涵也是一样，一路顺风顺水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。所以不管你们再怎么设身处地，再怎么换位思考，都不会懂我的处境，更不会懂我所身处的这个行业遭受的异样眼光。其实，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，那些美甲师就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，他们被人尊重，被人追捧。我就想，我也要那样。尤其是我学了这么多年的画，太清楚中国的美学文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么特别的位置了。凭什么在亚洲，只要一提起美甲，引领风潮的永远是别的国家呢？从那一刻起，我开始在这件事情里面找到乐趣，也看到了希望。
我意识到在哪里画画，永远不是决定艺术高低贵贱的标准，这也成了我追求梦想的另外一条路。直到一涵也认可了我常常想成为他的妻子，被更多的人关注和认可。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梦想成真。可讽刺的是，也是他亲手打碎了我的梦。悠悠，你们早晚要互相面对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我们结婚这些日子以来，拼命磨合，彼此迁就，但也挺累的。我们总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景，但又被现实狠狠打脸。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管再怎么努力，也不能在一起吧。就像那首歌里写的一样，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。我们都努力过。悠悠，根本没有这么绝对的。我们结婚本来就结得太草率了。其实仔细想想，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？是因为婚姻不重要吗？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婚姻太重要了。其实我觉得悠悠的这种想法有点极端，他说的那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存在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事在人为，还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。其实啊，我能懂我姐的看法，毕竟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有我自己的压力。你不要有压力，你要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从我们家净身出户，我可以变成一个贫苦的邻家女孩。你是不是傻？要是要说改变的话，也应该是我变得更好才对吧？大概姐姐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她会那么努力变得更好，肯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姐夫。可是叶涵，他真的需要吗？你需不需要是你的事，我努不努力是我的事。自说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净身出户不用努力，我跟我爸吵一架就行了。今后啊，或许我们也会遇到姐姐姐夫这样的问题，但希望到时候我们能努力克服，也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和好如初，顺利度过。